站在幽静而空旷的太极殿中，静帝负手于后，沉默许久。他的头发被梳理得极为整齐，用一条淡黄色的丝带随意地系在脑后，显得格外的潇洒。许久之后，他缓缓睁开双眼，眼眸里再也没有先前那一番自问时的淡淡自嘲之色，有的只是一片平静与强大的信心。皇帝陛下平静而冷漠的目光顺着太极殿敞开的大门，穿过殿前的广场，一直望向了那方厮杀之声渐起的皇城正门。他知道老五待会儿便会从那里过来，因为他知道老五的性格，那厮的一生也只会走这最为直接的道路。他的眼帘微垂，轻轻地转动着手指间的一枚玉扳指，很随意地问道：找到范闲没有？还没有。姚太监在一旁恭敬禀道：范家小姐昨天夜里就失踪了。皇帝闭上了双眼，沉思片刻以后说道：朕看来依然是低估了很多人，比如若若这个丫头。姚太监在这个时候不敢接话，只是在心里也觉得异常古怪。当宫中知道了范闲入京的准确消息之后，陛下昨夜第一时间将范家小姐请入了宫中。很明显，陛下掐准了范闲的命脉。然而谁知道，昨夜范家小姐却突然间在宫里消失了。如果范家小姐是一位隐藏着的高手，那为什么还会被内廷请入宫中，而不是在宫外便逃走呢？皇城处的上万禁军还在用自己的血肉与生命顽强地阻挡着五族的进入，一路皆血，却没有一位禁军退后一步。便是四顾剑当年在大青树下用木棍戳死蚂蚁也还需要时间，更何况眼下杀的是人。五族依然平静地杀着，然而面前的人从来没有少过，不知道还要杀多久。还有半个时辰。皇帝陛下似乎总是能够准确地把握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他缓步走出了太极殿，站在了长廊之下，看着廊外越来越稀的雨丝，似有所思。皇宫之中的太监宫女满脸紧张地退在远远的地方，皇帝的身边只有姚太监一个人，显得是那样的孤单。皇帝的眉头忽然皱了起来，轻轻地咳了几声，从姚太监的手里接过洁白的丝绢，擦拭了一下唇角，冷漠说道：如果安之再不出手，这事情就有趣了。皇宫里的气氛异常紧张严肃，全无一丝生动活泼，自然相当无趣。此时的范闲便在太极殿长廊尽头的那几名太监之中，心情异常沉重复杂地注视着远处那个中年男人，或者现在应该说是老人。昨天子夜刚过，在漆黑夜色的掩护下，范闲一个人来到了皇宫。这一次他没有试图再像那一年殿前诗会后那般学壁虎爬进宫里去，因为如今的京都，因为北方如火如荼的战事，更因为他的归来，防卫力量被提升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层级，再想逾墙而入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范闲动用了自己在这个天下埋得最深的那枚棋子，这枚棋子除了他以外便只有王启年知道，邓子越也只是隐隐了解过一些，那就是红烛。如今的红烛已经回到了御书房，重新得宠。在这位宫中红人的暗中疏导帮助下，范闲看似轻松，实则极为凶险的经由浣衣房方向潜入了皇宫。范闲没有想过，如果红烛将自己卖了，那会是怎样的后果。他的第二次人生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敢失去的呢？潜入皇宫之后，范闲便知道了妹妹再一次被接进皇宫的消息，他马上明白了陛下的想法。看来到了今日你死我活的这一刻，这位坐在龙椅上的男子终于撕下了一切虚伪的面具，准备直接用若若的性命来威胁自己。这和当初若若作为人质不同，因为当时的皇帝陛下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依然可以保有圣君的面目。范闲也不担心他真的会拿妹妹的生死来威胁自己，
而如今皇帝已然老了，缠绵的伤势根本未好，只怕他也嗅到了那丝死亡的味道。范闲眯着眼睛，小心翼翼地低着头，在那几名宫女的身后，通过他们衣衫的缝隙注视着太极殿正门口的皇帝老子，一时间心情竟有些复杂。他也知道了皇城处的异动，猜到了武竹书的到来，然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武竹书是真的醒了吗？不过无论如何，范闲十分清楚这些绝世强者的实力和庆军强大的战斗力。就算五竹异常强悍地突破了晋军的防御，只怕杀到太极殿前来时，也必然要受伤。而面对着好整以暇、安然以待的皇帝老子，五竹书又能有几分胜算呢？范闲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看着远方的皇帝陛下，轻轻地咳了2下，然后将擦嘴的白绢收入了袖中。南庆京都在下雨，北齐南京在下雪。小雪在空中优美而缓慢地漂浮着，充溢着天地间的寒气，却依然让温度降到了人类十分厌憎的程度。在南京城雄壮的城墙之上，负责北齐南方防线的南京统兵司大将上山破面色漠然地看着西南方向的平原。原上没有积雪，依然可以看见那些正在冬眠的黑色沃土。他的目光透过层层风雪，落在了那处绵延不知数十年、气势肃然的南庆军营。那处旗帜猎猎作响，营寨连绵，无穷无尽的黑色沉默地停驻于风雪之中，就像是一个暂时休息的猛兽，随时可能向南京城扑来。南庆燕京大营与北大营2大边军全力来攻，在这段日子里，接连突破了北齐大军布下的3道防线，以燎原之势直扑北上，一路不知杀死了多少北齐战士。如今已经抵达了南京防线前方20里处，正在稍作休整。看来天下2大国之间最血腥残酷的攻城战，马上便要爆发在南京城下了。上山破忍不住眯了眯眼睛，手掌轻轻地抚摸着身旁的刀鞘，看着身周如蚂蚁一般快速走动，在冰冷的天气里准备守城军械的下属们，感受着城内充斥着的紧张恐慌气氛，不由叹了口气。10余万庆军铁骑已经压眼而至，自己身下这座大齐南方第一要镇又能撑得住多久呢？上山破摇了摇头，接连向下属校官发出数道军令，然后转身下了城墙，来到了城墙下临时安置的前线营帐之中。这处营帐十分偏僻安静，外面由他的亲兵亲自把守，根本不与有人能够靠近。一入营帐，上山破看着帐内那个穿着一身平民服饰，然则却是不怒而威的男子，干脆至极的单膝跪下，沉声说道：“义父，看样子王志坤被前几天的纵歌伏击打散了胆，3天之内应该不会发起攻城。”全天下人此时都以为北齐的军方驻时，最令南庆感到忌惮的上山虎大帅应该还陈兵于庆国妖妇之间的宋国周城之中。然而谁能想到，在南京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这位天下雄将竟然单身一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南京城中。